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河。大家会知道我是因为我之前去了太马戏团，现在回到台湾以后，就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团队。我们策划了很多艺术节工作坊，想要让社会大众从各个角度来认识马戏表演，打破对马戏表演的刻板印象。那跟各位介绍一下星河有限公司幕后的常进人佑伦。我点的这个叫做好出早餐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笑脸。其实我是台南人，我小时候不太吃这种西式的早餐的，因为在台南小时候我的早餐都是就直接要吃饭啊、炒面啊。对于吃西式的早餐，有一种觉得哇，这是很高级的东西。可是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台南吃的比较高级。这个饮料是奶茶，但是因为大家在台湾，我们就会讲说，有一些早餐店的奶茶都是喝了就是会拉肚子的。这个当然不会啦。大学毕业以后都还是在板桥大概住了11年了。那有一次搬到一个超热的顶楼，那整个夏天都是躺在地上，完全不能做事情，因为太热了。然后就在找房子，结果我阿姨她住在大安区这里，她说：“我们巷子这里有一个房子，半年都没租出去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”后来半年没租出去，是因为人家说这里是凶宅，可是我阿姨都在想。我都有去演讲啊、教课啊、散播正向能量，应该 OK 啦。然后后来我们搬来住，然后了解一下才知道，其实以前这边是一个画室，然后教画画的老师跟我们大概同一间学校，然后大概差没几届，他其实是心肌梗塞过世的。可是可能是街坊就很喜欢在那边乱讲啊什么的，就弄得大家就人心惶惶的。我们跟房仲来看房子的时候，房子就贴符啊，什么艾草什么很多摆设。那后来我也有一个朋友，他是这种道士这样子，他就说那你去租啦，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下。然后后来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，小猫咪们都睡得很好，我就觉得那就所以现在已经要住到比我们大。这一只叫做江格林。江格林就是 juggling， 因为我只要丢东西出去，它就会把它捡回来。哇！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做马戏表演的人都很喜欢挑战危险的事情，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们是透过很多练习，然后让那些危险的事情变得可以在我们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。所以你说那个危险吗？我会讲没有哦，那个超安全。因为我加入了一个世界末日的社团，我们版主讲的我都很听。版主说要怎么样，我就版主讲的我要听他的。你从来没有跟他聊过天，你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吃过饭，你就直接觉得他一定就是怎么样，那好像就少了很多可以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乐趣。我小时候的学校，我们是隶属军中的单位，我从10岁就离开家里，要去过团体生活。然后呢，我的学校人家是1年招1届，我们那时候是3年招1届，所以我10岁进到学校的时候，上面就会有大我3岁的学长、6岁的学长、9岁的学长，就已经阶级很鲜明了。可是还竟然每一个阶级都差这么远，所以我们长大以后才知道，其实学校校园霸凌很严重。到了社会上以后，很多人就会觉得，你为什么要做表演？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表演是正常的工作。那在表演里面，又会有人觉得，大家都跳芭蕾舞，大家都做音乐、画画跟艺术相关的，可是为什么你会做 juggling？长大以后，身边的朋友多了，尤其我们去念艺术大学。到了艺术大学以后，他已经拓宽我的视野，我才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跟我不一样的人，但他们都跟我一样很喜欢小猫咪。早餐的时候要喝奶茶，我们有很多不同之处，也有很多相同之处。所以我慢慢理解他们以后，
我对他们的也许是不陌生或是害怕，其实这些界限慢慢会消失的。我的室友是美国人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哇，我好想要变成黑人了。他就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黑人可以跳得很高，因为我很在乎表演上的事情。就他跟我讲说，你不可以这样讲，这样子是歧视。我那时候才意识到，原来这样子就叫做歧视啊！我好难融入我的那个 team， 因为公司里面有不同的 team 嘛，我的那个 team 叫做中国人的 team。回头来想，因为我没有经验，我没有出社会的经验，那我真的就以为我只要认真表演、认真练习就 OK 了。没有啊，你很多跟人的相处要学习啊，那个是很折磨我的，因为我找不到方法，我以为我只要练习就好，可是其实不是。所以我们就会带着一个使命感说，我来这里接受训练，被栽培，因为为了以后我们要做推动传统戏曲的小尖兵。我以为我长大只有这个目标，而且如果我不符合这个目标，我就失败了。是那样子的环境看不见我其他的可能性，所以那个时候在讲的文化传承就是这样。那个时候就党国教育嘛，就是学校都有很多标语啊，然后什么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啊这种。特别想提的是一个叫做欧洲杂耍大会 European Juggling Convention， 那是几千个同好聚在一起交流，各个不同族群的人都能够乐在其中。你可以专业的表演者、业余的玩家，什么都不会，亲子去那里夏令营，可以有点火的、嬉皮、电音的，什么人都有。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 juggling对于表演的喜好。那我想要讲的是，所以文化其实就是生活的习惯。我努力的活出我在乎的，把我在乎的价值观很一致的跟我的生活连接在一起，它自然就会被扩散、被分享出去。那时候我做的真的太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我真的对那一年的那个旅程念念不忘。在一个公园里面，通常大家期待的是看表演，结果我跟翻译一起分享了我的故事，然后大家的回馈也蛮好的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人都很友善啊，想说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看。那个体验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，就是我要一边讲话，然后翻译，然后再做演出。因为我很喜欢玩滑板，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带一块滑板，我们在那个温哥华就在街上溜。我觉得哇，你看人家加拿大的路很平又大条，溜起来就是过瘾。刚好我们也有去多伦多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Busker Festival， 我在街上看到很多我以前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表演者，有一个女生叫做 Dawn， 她就是玩水晶球 Conte Juggling 的。我看到她说哇，你是我跟2002年还是03年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表演者，结果10几年之后我看到她，然后就跟她分享很多事情。后来我再去蒙特楼上课的时候，他也是我的同学，他还写信给我说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可以当你的朋友照顾你了。然后还有去看那个尼加拉大瀑布，还有吃这个无限多次的 Tim Horton， 就是那个经验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棒了。一开始对太阳的想象是看录影带后面的幕后花絮，然后一直到我自己去了 Vegas， 我们后台有体操的，有舞蹈的，有武术的，有学传统戏曲的，然后有学各种各式各样的特技的，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性别，可是我们都聚在一起玩，没有门户之见，没有隔阂，然后我们一起练习，一起上台演出。我记得我在跟我法国朋友练一个空翻的动作，然后我也会做了，可是我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我没有跟他一样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一定要跟我一样？你也有你的方式，你也做得不错了。然后呢，我的另外一个法国朋友，他看到我每天都好像很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一样，他告诉我说，你都已经到这里来了，你觉得你还会表现差到哪里吗？
就这2个场景都鼓励了我，让我去看见我不用跟别人比较，其实每一个人也都一样，他们不用跟别人比较。我现在想，我会觉得我那个时候太紧张了吧，因为毕竟那是我那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白日梦。那成真了以后，我觉得天啊，我要去这个地方工作了，我太紧张了，没有机会放松下来，把我的雷达再打开一点，去认识更多东西。其实我错失了很多，只有在那里可以那个环境才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现在觉得不好的就是我太紧张。那未来5年后，我越做越看见，我不是要做很顶尖的表演者，可是我们绝对会是一个很棒的推广的人，很棒的桥梁。我的 slogan 叫做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幸福快乐到永远。可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要慢慢的让你去看见，你当然有可能做到那一些你觉得很恐怖的事情。所以文化其实就是生活的习惯。那我觉得你到底能不能够变成精英中的精英，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。你能不能喜欢很久比较重要。如果你可以喜欢很久，你可以从各种事情上面得到力量来帮助你去面对各种挑战。如果我很喜欢，我那个呼出去的空气都会散发出这样子的讯息，然后大家我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就会被感染，可以让更多人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亲近马戏的乐趣。像我们去蒙特楼，他们就有很多官方以外的空间啦。我讲一个比喻好了，我们看到篮球场，我们不会觉得很意外，所以它的这些跟马戏相关的 studio 好像就是这样，它就是一个活动空间，不一定是专业的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去那里跳、爬，做一些厉害的事情。从练习的过程当中，从亲近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得到力量，然后再回馈到他平常的生活。我是陈星河，马戏文化推动的小尖兵 ，I'm different, just like you。